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最近断更了一段时间，非常不好意思，因为近期杂事比较多，也比较忙碌。今天呢正好有空，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小菜园。先俯瞰一下我的后院，我的院子整个是长方形的，西南朝向。左边呢是 deck， 属于休息区；中间是草地部分，属于玩耍区；右侧呢就是我的菜园了。今年的种菜小目标呢是实现小菜自由，尝试更多的蔬菜品种，尤其是西红柿品种。今年呢收集了30多个西红柿品种，我自己觉得还是挺多的。下面呢和我一起来看一看我的小菜园吧。首先从厨房出来，也就是后院的左侧就是 deck， 这里呢有几棵大树树荫下是休息的地方。到了中午呢才会有太阳，属于半日照。deck上面呢我放了一些大的陶盆，还有4个木头的小菜筐，还放了一些黑色的塑料筐，分别种了生菜西葫芦南瓜还有刚刚移栽的第2波的生菜，辣椒、葱，还有各种香草等等。今年呢主要也是想试验一下，就是南瓜和这个西葫芦会在这种光照下能不能长好。发现西葫芦还可以，已经正常结瓜了。往年呢在这个 deck 上我基本上没有怎么放盆菜筐没有利用好，只有种了葱。今年扩大面积尝试在这儿呢种上更多的东西，好好利用一下。正好也实验一下各种蔬菜在这种光照下面呢能不能长好。这几个花盆里面呢都是生菜，育苗的生菜有点多就全部都种下了。其实生菜长大的话当花看也很漂亮。这个小菜床里面呢都是各种香草，有茴香罗勒鼠尾草还有香芹等等等等，这些呢都是今年从种子开始育苗的。deck 这里呢还有一个长条的一个菜床，我种了一些玉米、香菜，之前种的樱桃萝卜呢已经吃完了。最左侧树荫下面呢我种的是紫苏，这个紫苏是绿叶品种，去年接的种子呢就全部撒在里面了，结果出来的紫苏特别多。在这种光照条件下呢，紫苏呢长得也特别的好。这个地方呢阳光比半日照呢还少一点，这种树影下面非常适合紫苏。绿色的紫苏呢味道非常的好，我们烤肉包上，味道呢真的是好极了。deck这里呢有几节台阶我也放了一些盆栽。这个呢是新西兰菠菜，新西兰菠菜呢不爱生虫，发现种在盆里面呢长势也非常好，而且呢新西兰菠菜是越栽越长，是非常值得种的一个小菜的品种。如果种在地里的话，它会长得很大很大，也比较占地方，所以呢种在盆里面呢还是比较适合的。下面的椅子上呢我都放上了各种盆栽，有生菜还有育苗的一些香草等等。deck右侧呢是草地，我尽量的保留这个草地的空间让孩子们呢在这里面玩耍，荡荡秋千滑滑梯爬爬房子等等。草地这块呢我放了一个火炉，我们平时呢特别喜欢烧火玩，夏天的晚上烧火特别好玩烧火的草木灰呢正好可以给菜地呢来施肥，因为草木灰呢可以促进开花结果正好可以一举两得。这里呢有一个长形的大菜床，我种了好多的豆角，有白不老、花园豆等等。菜床外侧呢我种了一排辣椒，也是多多的利用这个土地的空间来套种，希望能有好的收获吧。菜床旁边呢也放了一些大花盆，种了一些西葫芦。今年西葫芦呢育苗比较多，大概有10多棵。西葫芦非常好种基本上不需要怎么管理，只要勤施肥的话就会有回报，属于懒人的瓜果。这个是紧贴着房子前面的一个小花坛，里面有各种花，芍药呢刚刚开完，现在开始轮到铁线莲了，深紫色的花呢非常的美我在这个花坛里呢种了一些巨型的向日葵，这种向日葵呢据说可以长到将近2米花盘非常的大，希望到时候向日葵盛花期呢这里呢是一道美丽的风景。好了，下面大家看到的就是我的菜园的主要的区域，一共有2个入口可以进去，一个入口呢是从这个黑色的拱门进去，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边的小路进去。首先呢看到的是一排大花盆，这4棵呢是西葫芦，
这里阳光呢非常的好，属于全日照了。这里结果呢也是最早，已经吃了一波了。这是一盆花园豆，种子啊下的有点密。我第一次尝试在大花盆里面种豆角，看看呢结果怎么样。这个大盆里面呢种的是南瓜，已经爬藤了。以后呢可以在地上，或者是让它在这个拱门架子上爬。里面的菜床里面种的是中国的紫长茄子，还有朋友给的紫色的糯玉米。最南面顶头呢有几棵小葫芦的苗，希望今年的天气能够给力吧，能够多结一点小葫芦，这样看着很好看，也很好玩。我在这条小道中间啊也放了一些花盆，5加仑的，里面呢种了一些朋友给的茄子苗。到时候呢我会把它搬到大棚里面，这样暖和一些。北边这里呢是一个小小的长长的一个小菜床，里面呢也是直播了一些豆角，有爬藤的和不爬藤的。前面这个呢是不爬藤的，后面这个呢是爬藤的。看来以后还是育苗比较好。现在就发现种子没有出全，有点耽误农时了。在2个菜床中间的过道里呢，我放了一些种植袋，种了一些西红柿。今年西红柿呢种得多，主要是想好好尝试更多的品种，找到喜欢的品种，然后留种下来，以后呢一直种下去。旁边这个大菜床呢有18平左右，分别种了荷兰豆、西红柿、黄瓜、kale 还有韭菜等等。这里呢阳光是整个后院里面最好的。我们这里经常会有冰雹啊，会把这个西红柿砸坏，所以呢我在这儿放了一个钢架的棚子，上面呢用这个防雹网拉上，这样的话能够保护好下面的蔬菜。这个架子呢非常的结实，所以呢我用了吊盆，吊盆里面呢种了一些不会长得很高的这种矮棵的小西红柿。这个大菜床里面呢种了很多的传家宝的西红柿，正好可以利用这个钢架垂下绳给西红柿拉蔓，非常的方便。希望今年能够保护好这些传家宝的西红柿啊，天气给力，顺利的成熟，顺利的采收到种子。我去年荷兰豆种子呢收的比较多，今年呢就全部都种下去了，一个都不剩。我们家呢也特别喜欢吃荷兰豆啊，嫩的时候呢可以采嫩尖做汤。荷兰豆也不爱生虫，非常的喜欢。这个过道里面呢我也放了一些桶栽的这种西红柿，长势挺好的，等再大一些呢就隔开间距挪到开阔的地方。旁边北边的菜床呢也是种了西红柿，去年这个菜床里面种的是豆子，今年呢换成了西红柿，里面也套种了一些生菜、荷兰豆。接着往里走呢就是我的大棚了，大概10个平方。我们这里种菜气候比较冷啊，夜间温度经常低于10度，所以大棚呢是属于必备的一个硬件啊。我们这里爱种菜的人啊基本上都配了大棚，有的不止1个啊，2、3个。我在大棚里面呢种了一小块的韭菜，这样呢开春呢就可以早早的吃上第一波。种了有4颗西红柿，其中2颗呢是绿宝石，期待今年都能有一个好的收获啊。大棚的左边呢是黄瓜，有长形的中国黄瓜，还有短的水果黄瓜。大棚里面种黄瓜呢比外面长得快多了，去年收获不错，希望今年还能有好的收获。大棚顶头呢我放了一些盆栽的辣椒，还有一些朋友给的小苗啊，我种在了架子下面。辣椒种在大棚里面呢会比外面呢长得快，收获会多一些。右侧种的是丝瓜，今年想好好尝试一下。我们这里丝瓜呢必须是种在大棚里面的，种在外面基本上是不可能结瓜的，因为生长时间不够啊。在瓜的中间呢我套种了一些苋菜，有红色的和绿色的2个品种。苋菜是我们家特别爱吃的一个小菜，所以今年呢种的比较多，希望能够实现苋菜的自由。里面还套种了几颗爬藤的木耳菜，但是长得比较慢啊，到现在也没有爬藤的迹象。这个大叶子的是金瓜，这是我第一次种，感觉一颗真的是太大了，空间是不够它爬的，要好好的规划一下，来整治一下。除了大棚右侧和邻居家呢还有一点空地，我种了一点韭菜。韭菜不需要经常打理啊，种在这里呢非常的合适。我把能用的土地呢一点点的都利用了起来，尽量不荒着。大棚这里呢基本上就是这样。接下来我们从这个黑色拱门到这里进入菜地，
拱门这里呢，我放了2盆鱼翅瓜。鱼翅瓜呢特别能爬希望它能够爬到秋千架上，能结几个瓜最好了。这是一颗南瓜，到时候呢就让它直接在草地上爬吧。拱门左侧呢是借助这个秋千架做了一个很小的菜床，种了一排荷兰豆，外侧套种了小叶茼蒿和大叶茼蒿，已经快开花了，等着今年收种子。里面呢有一棵苹果树，树荫下呢我放了一张白色的长椅，这里呢是我干活休息的地方。累了坐在这里吃点水果喝口水歇一歇，欣赏一下绿色的菜园，和朋友一起呢在树荫下聊天，非常的解压治愈。这个塑料膜蒙起来的小菜床呢种的是苋菜，本来这里打算做混土区，后来发现阳光还行，也因为苋菜苗比较多就尝试种在这里试试看。去年露天种的苋菜一直都不见长，因为苋菜喜热嘛，对温度要求非常的高，所以呢我这一次呢在外面用这个小棚子来保护一下，实验一下能不能长好，如果可以的话就太好了。这样的话苋菜就在外面搭棚子来种，不用占用宝贵的大棚空间了。这个方形的菜床里面呢是我每年必种的生菜有紫叶生菜、玻璃生菜等等。生菜营养价值高，而且特别好种基本上是无虫害，属于懒人蔬菜，可以直播也可以育苗移栽。生菜对光照的要求、温度的要求都不是很高，只要用一个菜床种了生菜的话，就会实现小菜自由了。如果您时间有限，种菜技术一般，生菜是新手的首选。往年呢我都是种1次，今年呢我想多种几波，这样的话整个蔬菜季呢都能够吃上生菜，再也不怕没有叶菜吃了。和生菜一样耐寒的莴苣、油麦菜也是必种的，我种了也不少。这块莴苣所在的地方呢，是我打算建第2个大棚的地方，地基呢已经打好了，大概10平左右。计划呢在下半年做好这个大棚。现在呢放了不少桶栽的西红柿，因为桶栽的好处呢是灵活等我建好大棚之后呢，就可以挪到里面，让它继续的生长，延长生长时间。这里还放了几颗南瓜和西葫芦，因为育苗比较多能栽的我都栽上了，主要也想看一看相同的植物在不同的生长环境下有多大的区别。在这个大菜床的南面是韭菜和一些西红柿，西红柿中间呢我套种了一些罗勒，还有其他的香草。地头最边上呢是我刚移栽的新的生菜小苗，因为菜地面积有限嘛，所以呢多尝试套种能够充分利用上。我的栅栏下面呢也种了一些生菜，本来这里想种花来着，但是这里虽然朝南但是光线呢非常的不好，基本上被栅栏呢挡住了阳光，所以干脆都种上对阳光要求不是很高的生菜，长得就是慢些，不是那么壮，但是呢也还凑合，挺嫩的，反正不急着吃嘛，慢慢的长。这里种菜最重要的目的呢是防止院外的野草窜进来，特别是那种匍匐风铃草，千万不能窜到后院，否则的话根本除不掉。所以这里的菜床也是一个安全的隔离带，可以让我的后院更安全。在这个秋千架这里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，所以呢我在这儿呢充分利用这个空间做了一个小菜床，光照还凑合，正好可以种一些香草什么的。今年呢移栽了一些紫苏在这里，还直播了一些豌豆，到时候正好吃叶子。秋千架北边呢基本上没有阳光，被这个小房子挡住了，所以呢我把这里呢变成一个混土区，因为盆栽比较多嘛，所以每年呢都需要混土。在这里呢混好土和肥放到花盆里面，会比直接在这个花盆里面混土呢更方便。这个架子上呢我钉了不少的钉子，正好挂上各种园艺的小工具，这里呢孩子也碰不到，比较安全。通往后院门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的菜床，种了一些土豆，去年也采收了不少土豆，今年土豆呢种了不少，很多呢都在院子外面。由于时间关系呢，下次再给大家分享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的小菜园了，虽然不是很大，但对于我来讲的话也足够我忙活的了。现在每天一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
穿上我的雨鞋，然后巡视我的园子。其实种菜啊，实现小菜自由是其次啊，最重要的是非常治愈心灵，能够让人安宁充实。希望这个视频呢，大家看得开心。祝所有喜欢种菜的朋友呢，在宝贵短暂的夏天里面呢，边种边玩，每天开心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喽！